了拍教学影片给大家，养了2个星期。那今天呢，就会分享我自己平常修干皮时的步骤跟技巧。很多人都知道，上颜色之前都会进行指甲周围的保养，不外乎是后缘干皮跟两侧硬皮的部分。那我们先来讲干皮，干皮又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肉眼可见的，但实际上会影响持久度的是甲面角质，它全透明状附着在甲面上。如果不消灭它的话，当凝胶直接盖在上面，随着指甲变长，就会容易从后缘或两边的地方起角。大家也不要被这么多名词吓到，其实这全部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。你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，我只要把干皮处理干净就不会翻翘了吗？答案是当然没这么简单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每一步都要做的确实之外，还不能确保不会翻翘哦，因为手部的状况有百百种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解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操作前最重要的步骤就是酒精消毒，自然使其干燥之后，在后缘处涂上指缘软化剂，然后再均匀的推开，让干皮软化，等一下比较好推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使用的是卢卡斯的钢推，我们从甲面角质附着大约在0.1的地方开始推，这边要注意，不是靠着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一条哦。推的时候呢，口诀是1、2、3， 1、2、3。1、2的时候在外面，3的时候呢往里面推。同时呢，我只会用中指跟拇指固定钢推，而食指呢是腾空的。如果你习惯这个握法，可以预防你太过用力。如果上面都已经推好了呢，两侧也别忘记，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干净，凝胶会很容易从两边翻起。有些人会觉得，怎么那么多白白的？其实那些屑屑呢，里面包含了甲面角质跟我们的死皮软化剂。都推好了之后呢，我会准备一张湿纸巾，方便清洁甲面，非常的方便，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哪里还需要加强。如果你是在家自己 DIY， 其实这样的程度，你再用细海绵泡打磨一下就可以上胶了。再来呢，我会用这个圆柱形的保养磨头，把整个指缘处跟两侧边边的甲面再带过一次，再把两边的指肉搬开，再去做打磨的动作。保养的磨头呢有分很多种，如果你的指肉是属于比较薄的那一种，我会建议你用前面有缩尖的2式磨头，会比较好处理。那我自己呢最常用的就是这2支。除非遇到比较难处理的，不然基本上这2支就可以把前置保养做好。做完这个步骤呢，甲上皮已经完整的被推起来，需要修剪的地方呢也很清楚可以看到。